如果说日本汽车工业里有哪个名字能代表整个时代的荣耀，那一定是日产 GT-R。它不是一台普通的跑车，而是一种信仰，一种机械与速度的信念结晶。从它诞生那一刻起，人们就不再单纯地称呼它为车，而是赋予它一个威名——东瀛战神。2007年，日产在东京正式发布 GT-R 235，结束了人们长达7年的等待。从那一刻起，世界重新认识了日本的工程实力。那是一台足以挑战保时捷911、法拉利 F430，甚至兰博基尼格拉多的平民超跑，却售价只到他们的一半。日产给它起了一个简单的名字 GT-R， 但车迷更愿意叫它战神。235继承了历代 Skyline GT-R 的精神血脉，却又彻底脱离了旧时代。它第一次不再以 Skyline 命名，而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超级跑车。外形设计冷峻而机械感十足，棱角分明的车身线条仿佛一台战斗机器。动力来自代号 V238DETT 的 3.8 升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输出565马力，峰值扭矩633牛米。它的变速箱由后置6速双离合组成，通过 ATASA ETS 悬时4驱系统，将动力精准分配到每个车轮，0-100加速时间仅3秒出头，而价格只是欧洲超跑的一半。那种以工程碾压性能、以理性打败贵族的气势，让全世界都对这台来自日本的机器肃然起敬。日产对235的态度近乎偏执，每一台发动机都由日本横滨工厂的高桥组匠人手工组装，最后刻上技师签名名牌。这种执念不是为了噱头，而是信仰。每一台 GT-R 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机械生命，它的赛道成绩证明了这一点。2007年，235在纽北赛道跑出7分38秒的惊人成绩，直接挑战911 Turbo 的权威。那一年，全世界的车媒都在说，日本制造出了可以让欧洲超级跑车颤抖的怪物。235的驾驶体验更像一场格斗，方向盘沉重，油门反应迅猛，变速箱在低速时甚至有点生硬，但当你把转速推到红线，它会用纯粹的暴力回报你。那种强烈的 G 力，那种涡轮爆发带来的冲击，让人上瘾。它不优雅，不温柔，不聪明，却极其真实。你能感受到机械在与你对话，能听见每一次金属摩擦的声音。GT-R 不是一台追求舒适的车，它是为那些渴望速度、热爱挑战、愿意被甩进座椅深处的人准备的。10几年来，235几乎没怎么换代，只是不断的进化，从标准版到 NISMO 版本，从早期的480马力提升到600马力，悬挂更硬，车身更轻，空气动力更极致。日产不舍得让它变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台车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。18年里，它陪伴无数车迷成长，从电视游戏到真实赛道，从收藏模型到梦想座驾。235是那个燃油浪漫的最后守护者，但时代终究会变。随着排放法规收紧，电动化浪潮来袭，日产终于在2025年宣布235 GT-R 正式停产。这不仅是一个产品周期的终结，更像是燃油时代的一声叹息。车迷们心里明白，这一天迟早会来，但当它真的到来时，依旧让人感到失落。18年，从青春到中年，战神终于放下了手中的剑。235 GT-R 正式停产之后，全世界的车迷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下一代 GT-R 还会有吗？答案并不简单。日产没有让战神彻底消失，它只是暂时退场，准备换一种形态重生。只是这一次的回归不再是熟悉的纯燃油咆哮，而是被电流包裹、被法规逼迫、被时代推着走的全新存在。日产官方在235最后一台车下线时发布声明，说 GT-R 这一名字并不会消失，它的故事还没有结束。这句话像是一种告别的伏笔，也是一种延续的承诺。因为即便世界变了， GT-R 这3个字母已经不再只是车，它是日产的精神图腾，是日本工程师的骄傲，是一代车迷的信仰。日产高层多次在采访中提到，未来 GT-R 会以新的形式出现，那种新的形式多半意味着混合动力。据日产北美产品规划负责人 Ponce Pandicusera 透露，下一代 GT-R 预计会在3到5年后登场，也就是大约在2030年前后。它不会是一台彻底的电动车，而会是一台混合动力的怪兽。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你可以造出一台电动 GT-R， 但那就不再是 GT-R。意思很明确，电能可以更快、更安静、更环保，但 GT-R 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快，而是感觉。那种油门踩下去，涡轮介入的暴力冲击，那种机械咆哮混着汽油味的浪漫，是 GT-R 的灵魂。日产显然明白，完全的电动化会毁掉这种灵魂，但他们也知道，只靠油 GT-R 已经活不下去了。
新的排放法规像刀一样悬在头顶，欧洲在逼，日本在逼，美国也在逼。235那颗3.8升双涡轮 V6，在今天看来，简直是政治不正确的代表，暴躁、耗油、污染。于是，折中的方案就是保留发动机，但让电动机帮忙。这意味着下一代 GT2 可能会采用一套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，发动机负责暴力，电动机负责效率，低速可以纯电行驶，城市中不再扰民。而一旦切换到战神模式，电机与涡轮协同爆发，瞬间爆发出远超235的扭矩。这既是妥协，也是一种聪明的进化。那种延迟1秒的涡轮介入，那种换挡时的震动，那种尾部推力带来的失重感，都是电动车无法复刻的东西。即便工程师用人工声浪、电子震动模拟的再逼真，也只是幻觉。真正的 GT2 是血液里流着汽油的那种狂躁。混动系统的引入，注定让它变得更安静、更理性，也更正确。而战神最迷人的地方，恰恰是不正确。236，也就是下一代 GT2，目前还没有官方命名，但在业内早就成了默认的代号。几乎所有媒体都认为它的核心动力会延续235那颗 V6，只不过经过重新设计，配合电机与全新变速系统。日产的工程师透露，他们已经测试过几种原型方案，电动化确实让加速更猛，但重量、热管理和电池寿命是最大的敌人。GT2 之所以伟大，不只是因为马力，而是它能在纽北跑完几圈还不掉速。电动系统太重，电池太热，这些都可能毁掉一台 GT2 的赛道灵魂。于是，日产的研发方向是混动但轻量化，可能会采用小型高功率电池，仅用于短时助推与能量回收，而不是长续航。这样既能满足法规要求，又能保持机械手感。你可以想象，未来的 GT2 或许依旧有那种让人心跳的咆哮，只不过那声浪是来自发动机与电机共同演奏的交响。从外形上看，下一代 GT2 大概率不会大改传统轮廓。235的硬朗线条、宽肩车体、机械感极强的尾部造型早已成为标志。未来的新款可能更锋利、更低趴，空气动力更极端，灯组和格栅则会融入更多电动化风格，像封闭式中网与光学灯带。日产在2023东京车展上发布的 Hyperforce 概念车，其实就是未来 GT2 设计语言的雏形。那是一台看起来像科幻片里的战斗机器，碳纤维全包裹，灯光锐利，线条像刀。Hyperforce 或许不是量产 GT2， 但它确实透露出日产的意图。新一代战神会是一台介于机械与赛博之间的混合怪兽，但问题依然存在。GT2 不只是性能机器，它是情绪机器。236要面对的不只是工程难题，还有文化难题。如今的汽车市场讲求智能座舱、自动驾驶、声控娱乐，而 GT2 讲的是纯粹驾驶。日产能不能在电气化的车身里保留那种与机器搏斗的感觉？方向盘能不能保持沉重？油门能不能依旧暴躁？四驱能不能像老哥斯拉那样咬地？这些才是车迷真正关心的事。更现实的是 ，GT2 的开发成本极高，日产的利润主要来自 SUV 和电动车，像Ariya、X-Trail e-Power， 这些是赚钱的 ，GT2 是烧钱的。为了让236存在，日产必须找到平衡点，也许与其他品牌共用平台，与新一代 Z 系列，甚至是与雷诺性能部门技术共享。未来的 GT2 或许不再是孤傲的单一平台，而是一台基于模块化底盘打造的高性能旗舰。这种共享可以降低成本，但也意味着个性被削弱。战神可能不再孤独，却也不再独特。假如一切顺利，2030年前后我们会看到新 GT2 登场。它可能是一台搭载混合动力的四驱猛兽，0-100加速突破2.5秒，最大功率超过700马力。电机让它的起步更快，发动机让它的灵魂还活着。它依旧会被称为236，依旧会被叫做战神，只是声音变了，方式变了，时代也变了。有人会怀念235那种原始的粗暴，也有人会接受236的未来感。或许那就是 GT2 存在的意义，永远不完美，却永远热血。